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议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国际话题我们还持续带您来追踪哦，川普被暗杀未遂的这件事情哦。好，其实呢，这一位31岁的枪手哦，他现在已经出庭了哦，这速度非常快。那说最重可能会判无期徒刑。那这一位叫做艾伦哦，他被指控意图刺杀川普未遂，27号首次出现在华盛顿联邦法庭上面。好说啊，如果罪名成立哦，他最重就会面临无期徒刑。那 CNN 也查阅了枪手在社群媒体上面的发文哦，就发现数千则里头啊，他曾经有转发过这个川普比作希特勒的贴文，那甚至还鼓励哦对川普不满的人来购买枪支，可见他对川普心中是有怨恨的哈。好，那川普预期哦，白宫是希望能在本周检讨总统维安，但是白宫发言人啊，把一些错怪罪在野。好，我们来听他怎么讲。Nobody in recent years has faced more bullets and more violence than President Trump. This political violence stems from a systemic demonization of him and his supporters, falsely label and slander the president as a fascist, as a threat to democracy, and compare him to Hitler to score political points are fueling this kind of violence. 好，谴责暴力确实这样子的做法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又把错怪罪到别人身上那不是自己也在施加暴力的行为吗？好，那当然呢，这季协的晚宴枪击之后，共和党力挺川普400亿美元白宫宴会厅的计划，这可是川普心心念念哦，在这件事情之后，他获得了力挺。好，那白宫晚宴枪击爆发了维安漏洞吗？没有列入国家特别安全事件哦。那我们来看到知情官员透露说，川普政府为了这场盛宴安排的维安层级哦，其实低于其他同层级的官方集会。好，所以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场汇聚大批政要的活动哦，并没有被列为由特勤局全权统筹的国家特别安全事件。好，可见也就是为什么哦，他们整个的维安出现了蛮大的漏洞。但问题是，大家有发现吗？好像都没有怎么检讨吼，所以这就是很奇怪的地方。还是这个 FBI 局长拍马屁拍得成功吼。好，那我们来看的就是川普现在啊有生气。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吉米夜现场的主持人吉米基摩啊，他在脱口秀的内容上面惹意哦，他就讲到了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他说我们的第一夫人也在场哦，看看梅兰妮亚多么美丽，然后后面就讲说川普夫人你有一种像准寡妇般的光彩。好，那当然很多人可能觉得他是开玩笑，毕竟他是脱口秀主持人哦。但是是不是真的戳中了川普？毕竟他已经79岁了哈，也是确实年纪大了一点哈。那当然川普就反击啊，说吉米基摩自以为幽默，呼吁 ABC 还有迪士尼要把他立即解雇。好，那梅兰妮亚也质疑吉米基摩是懦夫，只会躲在 ABC 背后，敦促所属的公司应该表明立场。那目前川普啊，他们在国内哦有一个这个最引发大家争议的就是 ICE， 好，但是呢，是不是要更名为 NICE， 好，多加个 N， 好，为什么呢？原因是要反转他们的形象啦，哈，那真的会吗？会因为多一个 N 就反转形象吗？结果川普啊，在Truth Social上面哦，把建议 ICE 更名为 NICE 哦，他有强烈的回应哦，说哦，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动手做吧。好，所以以后我们会不能讲 ICE， 我们要讲 NICE 哦。好，那弹劾川普的呼声渐响哦，现在民主党中期选举的路线之争也白热化。好，截至上周，将近40%的众议院民主党人有84人，他们联署拉斯金法案啊，希望能够强化第25修正案，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评估总统履职的能力。好，那根据路透社易普所的民调显示，那川普的民生支持率只有25%，那提振了民主党人对中期选举的希望。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川普在国内的态势是有越来越低的，所以这个民主党确实是看到了一个破口，
希望能在中期选举能获得更好的成绩。但是呢，是不是为了减少跟川普的摩擦，北约呢想要把高峰会改为2年一次？所以看到很多人都在避川普从伊朗战争就可以看得出来，盟友都不挺，到现在连高峰会都希望能够减少跟川普的接触。但是有一个人，他现在已经到了美国。好，这人是谁呢？是英王查尔斯3世。好，他跟王后卡蜜拉27号抵达了美国，来进行国事访问。好，你可以看到他走下了专机。其实查尔斯3世的年龄也蛮大的你看他还是身体蛮硬朗的。好，这是继2007年以来，英国的君王时隔大约20年首次的到美国来进行国事访问。好，那英王跟王后此行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了白宫。美国总统川普夫妇亲自迎接，4人在合影之后是一起共进了下午茶。那查尔斯会在28号跟美国的国会来发表大约20分钟的演说。那到时候可能会谈到两国如何携手合作的方案，包含了国防、情报还有安全联系是如何以数十年而非数年来衡量。那预计也会简短的提到了枪击事件。那大家就想到说，其实第一次是伊丽莎白女王在1991年的时候曾经也是发表了这个参众两院这边的联席演说。好，那这次就是查尔斯算是第2次了。好，那外交兵点下的皇室外交跟公关现在由于川普之前曾扬言要报复英国首相施凯尔等人针对伊朗战争的批评，所以英国希望查尔斯3世能够说服川普，让他在一些强硬的表态上面稍稍的退让一点。好，那如果以一轮观察的川普，他绝对看到了查尔斯，他绝对会说 OK 没问题但是不知道查尔斯回去英国之后会不会又变成另外一个脸。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后续这个白宫枪击的事件现在真的是没有在检讨维安反而是在怪左派。我们问赖老师，维安一定要检讨因为我觉得 FBI 的局长难道不用负责任吗？还有这个地区的警察局局长不用负责任吗？还有特勤局的局长不用负责任吗？当然都需要负责任，有这么多人都需要负责任，因为这个维安是如此的重要。原因很简单，美国现在的川普他的民调支持度很低，他的政府他所领导的政府的民调支持度很低，而且是一直在往下修也就是说破了40，现在30几。您刚刚看到民生有关于议题25更低，但是它平均已经跌到32左右了。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于川普的领导的共和党会有问题，因为在其中选举绝对会有问题。那因此这个政府他一定要修补跟白宫记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去年川普不愿意出席白宫记者会，今年你看他就出席了。那所有的白宫的政治记者或者各方面记者都会来的情形下，各部会首长都会到，总统、副总统、各部会的首长都会到。那也就是说达官显要全部都到了这个会场，你说这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吗？当然很重要。维安怎么可能是这么低层级的呢？低层级到让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连英国前驻美国的大使都说怎么会有这种维安？这种维安等于是闲杂人等几乎都可以在酒店里面在饭店里面走动，这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对于所有的酒店人住进来之前的安检没有做，枪可以这样带进来，没有做任何安检。然后进入会场的时候没有金属探测器，没有对于所有的人员进来的时候他的识别证，他本身的挂的徽章，不同区域的徽章是不一样的，都没有进行这些管制，这匪夷所思。所以当然要追究，可是他们不追究，因为 FBI 的局长把所有的美德功劳全部归在这个川普身上，那他就没事了。那他没事，那局长为什么会有事？地方的警察局局长负责外围的怎么会没事？特勤局的局长怎么可能会没事？这个都有事情，但是问题就在于，你看都不用负责任，粉饰太平。可是问题是，大家在问的是，为什么一个正常的、有正常职业，而且是这个好学校毕业的然后有一个没有前科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走极端？他要表达一种强烈的政治诉求。那他为什么要表达这个强烈的政治诉求，要用这种方式？那就是因为美国这个社会从川普第1任开始到拜登4年，也就是共和党的川普
民主党的拜登到现在的共和党10几年来，美国的政党的恶斗到已经不堪入目的地步，政党恶斗，而且是没有下限的恶斗，恶斗到族群矛盾冲突、社会撕裂，然后怪来怪去，永远怪对方。然后每一天在攻击对方、攻击对手，给对手戴帽子、侮辱、抹黑，各种方法去弄对手以后，然后最后一句要求团结。有哪一个对手会跟你团结？你每天羞辱我，每天攻击我，每天给我戴帽子，每天给我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然后最后你说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来共同抗什么？那谁会跟你抗？大家就有一股恨。那问题就在于这股恨是你造成的，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一股恨，然后你却要来说错还是都是你们，我永远不会有错，只有你们有错。我都觉得美国的政治跟某一个地方的政治好像啊，像到几乎99.999%的雷同，是不是我们住的土地呢？好像啊，真是永远都是你的错，你在野党永远都是你的错啊，你永远是红色的啊，永远都是这样。然后最后我们要团结，我觉得坦白说，谁理你啊？所以政治有一种说法是说，这种就是极化极化到最后，民主都会变成最倒退的。大仲教授，对，我记得前几年美国公共电视有出了一个纪录片是8人摄影师，翻成中文就是大分裂。那他的这个追溯那个分裂的源头，但是还是从奥巴马第一任期就开始。那代表说美国从这种族、地域、政党到意识形态各方各面的一个撕裂，有这样的历史。然后在川普在2016年第一次选总统，11月胜选。当时我印象很深，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把他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可是下面一个小小的字，他写是川普成为美国，我们一般讲是美利坚合众国，但他的小字写是美利坚分众国的总统跟领导者，分众 divided 分众国的总统。其实意思是说，美国政治的这种对立激化不是1天2天，它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从奥巴马当选总统来算到现在，将近快已经18年了。18年所以这一次这个凶手，这个枪手，其实他基本上大概是政治的目的我们可以说他是这种比较极端啦，或者他要满足他一些这种想法，但是可以归类为是个政治的这种驱使他在后面。跟1981年同样的地点，但是在希尔顿这个是户外那一次的这个凶手雷根，那次杀手其实是有很特殊理由，他为了他要引起他所喜欢的朱蒂福斯特的一个重视，他认为他在当天早上是看了在吃早餐的时候看到报纸上总统新政，他临时起意去做击杀，吸引注意力，这还是不太相同。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刚提到拉斯金法案，他是一个现任的美国民主党众议员。那他是要推的就是他要启动第25宪法修正案但是难度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第25修正案基本上是有4条，它是要弥补美国宪法第2条的不足，主要是总统、副总统继任跟不能履行的时候的一个替代的方式。那第25修正案的第3条其实动用过很多次，因为那没有问题，是总统自己托付的。比如说我要进行健康检查，要麻醉等等等等，我在书面声明里面一段时间里面交给副总统代理，等到好的时候就回来。可是第4条是被动，是主动，是被动，就是副总统跟阁员，或是现在拉斯金法案里面成立一个国会所通过的一个委员会，是主动判断说总统不能。所以这个就有争议，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对，因为川普或许会认为他 OK，对，这样就会产生一个争议了。是，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吉米基摩在脱口秀里面讲这种话说这个梅兰妮亚会是个准寡妇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应该。我在这边也表示谴责，因为虽然说我也不喜欢川普虽然说平常讲我也不喜欢川普，我也认为说是我相信很多美国的民众也不喜欢这个人当总统，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次连续从2年之内连续3次的暗杀行动，那已经是仇恨值已经累积到某一种程度，才会对总统做出冒着自己生命危险。我觉得有点像荆轲刺秦王那种心态，我此去就不打算回来了，然后这个遗书或者是说我的这个犯这个案子的目的跟想法，我都这个先写好，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就算是你们再怎么不喜欢他，我觉得这个最起码在这个，尤其是说你是一个媒体的公众人物，你实在是不应该用准寡妇这种
近乎于诅咒的方式。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点道德的高度。你可以说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可以说不管是对川普提出弹劾，或者是用选票去制裁干什么，或者舆论来这个唤起大家的认同，但是不应该用这种诅咒的方式。那我们看一下，这次英国国王查尔斯去访问美国，我觉得很明显是在修补英美的关系。可是我认为成果会有限的哈。第一个就是本来英国国王现在他就不是真的是实权掌握在手上，他只是一个虚位元首，他去那边只是礼仪上的象征哈。那当然如果说是英美两国像以前那个友好的国家跟同盟兄弟一样，那这次去会是亲上加亲的动作。可是真的执政的真的是掌握权力的是这个英国的首相在掌握权力。那现在我们看到川普从他就任以来对于整个欧洲不只是英国，对于整个欧洲，刚开始是关税方面这个修理人家欧洲，然后之后是格陵兰岛的问题然后现在又是伊朗战争，他甚至于把英国列为一个这种坏孩子的国家他有区分好孩子、坏孩子。坏孩子就是西班牙、英国、德国这些不跟他配合的，好孩子是以色列其实我觉得他将以色列列为好孩子不太对，以色列应该他列为他爸爸才比较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觉得这是英国国王去美国访问，当然英国的民众会很关心这件事情了。那我们要不要叫我们的总统去做这次友好亲善的国事访问？那经过民调的结果，英国其实有48%的民众是不赞成这次英国国王去出访。那从这个民调的数字，你就知道川普在这段时间以来跟欧洲国家相处的情形是怎么样？虽然说，尤其是英国合理来讲应该是都是这安格鲁撒克逊都是他们白种人，按理说应该是最亲的一个盟友。那如果说连英国的民众都反对他们的国王去美国做这个国事访问，认为这个没有太大意义，那就知道说是包括整个欧洲，那你更不要讲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尤其是说这次伊朗的战争，因为英国不愿意派这个去扫雷舰，不愿意派军舰去跟美国一起做这个战，然后就被川普这个公开的羞辱跟批评。但是英国民众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你不能因为这样你自己要打这场仗，叫大家配合你。那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立场，我们后续等着观察。我觉得这次英国国王的出访其实是修补不了英美两国国家的关系。对，不过因为英美之前的状况这关系是麻吉所以在这一次战争当中也被放大来检视他们两个的一些裂痕。好，那当然现在英王到了美国之后，我们还是持续来关注后续会不会有什么更新的发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可能有人认为说美伊这场战事好像已经慢慢的结束到了中后期，但是有人认为好像才正要开始。好，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状况，也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强登了2货轮。好，这2货轮是在赫姆兹海峡附近他们登上了 MSC 佛兰塞斯卡号跟伊帕米农达斯号2艘货柜船。好，船公司有证实说一艘船的驾驶舱在攻击当中受损，好，船员是平安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伊朗的发表声明就讲说这次行动就是针对美国恐怖主义势力的海上劫掠做出的相关回应。好，那革命卫队则说警告美国跟其盟友不要进一步的采取军事行动，否则就会遭到报复。那并且重申伊朗对赫姆兹海峡的控制权。好，那这2艘货柜船伊人去查了一下，因为伊朗的媒体有声称说这2艘船跟以色列有关。好，但是现在地中海航运并没有证实，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呢，伊朗这一方的这个强度还是持续，而且它就是抓着赫姆兹海峡当做一个核心的筹码。那美伊的僵局难解，现在伊朗的外长访俄他批美国要求蛮过分的，这是阿拉奇，我们知道他去了巴基斯坦，后来又离开最后他跑到了就是俄罗斯，那他展开了旋风式的外交之旅，在
圣彼得堡发表谈话，他把谈判的失败归咎于华府。他说，美国的做法使得上一轮的谈判虽然有进展，但因为要求很过分哦，所以没有办法达成目标。那大家就好奇普钦的态度哦，因为普钦也有跟阿拉奇见面，那他是讲说，俄方将尽一切的努力，使得和平尽快实现。那这既符合你们的利益，也符合地区所有人民的利益。你们很清楚我们的立场。好，不过现在美伊和谈哦，到底要怎么样继续下去啊？我们看到阿拉奇他有先讲到说啊，伊朗对抗的是一个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那美国没能实现其任何一个目标，这是美方请求谈判的原因。所以现在伊朗这方正在考虑这一个选项。那也就是美方说伊朗在要求谈判，伊朗说美方在要求谈判，所以各说各话，各唱各的调。那现在伊朗提议嘛，停战来换开放海峡。那白宫这边有说啊，川普跟国安团队有在考虑伊朗提出的这个最新提案。那内容包含在美方解除对伊朗封锁并结束战争的前提之下，伊朗这方要重新的开放赫姆兹海峡。那此外，这个提案也要求要将核武的发展问题延后到之后再来进行讨论。好，那当然，伊朗提案这个赫姆兹海来交换海上解封，那川普的考量说核议题恐怕会 say no， 这是美联社的报道。他说，川普想要的就是在整体和平谈判当中纳入终结伊朗的核子计划的方案。好，因此解除海上封锁的提案是不太可能受到华府的支持。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美联社已经把矛盾都讲出来了，也就是川普想要的跟伊朗想要的其实完全不赶快。好，问题也就卡在这里，所以形成了一个持续的僵局。好，卢比欧，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卢比欧讲到说，伊朗的协商提案其实比预期的更好，但是核问题仍然是谈判的核心。那卢比欧也解释，这个伊朗提重启赫姆兹有一个背后的争议，也就是所谓开放海峡的意思哦。是的，海峡开放，但前提是你要跟伊朗协调，取得他们的许可，否则他们就炸掉你，而且你还要付钱给我们。那卢比欧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好，所以我们在昨天也特别讲到，伊朗有给出3个阶段。好，那当然就是停战，然后再来是赫姆兹，再来是核问题。那很多人觉得讲到赫姆兹可能就已经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你看问题就出在这个点都没办法解决啊。那赫姆兹现在真的是让全球都相当动荡哦。那载运超过1000万桶的石油，美国现在强力的封锁，所以有6艘伊朗的油轮被迫折返。那这是船舶的追踪资料，说最近有在伊朗石油的油轮因为面临美国封锁，所以被迫返回了伊朗。就凸显了中东战事对全球重要石油出口航道赫姆兹海峡的冲击。那德国总理梅尔茨啊，则是有提到说，这个美国是被伊朗羞辱了。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讲。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die Amerikaner jetzt wählen, zumal die Iraner offensichtlich sehr geschickt verhandeln oder eben sehr geschickt nicht verhandeln.Und die Amerikaner dann nach Islamabad reisen lassen und ohne Ergebnis wieder abreisen lassen. Da wird eine ganze Nation gedemütigt durch die iranische Staatsführung, vor allem durch die。好，总理讲的几乎就是大白话，也总结了我们这几天看的一些剧情的结论。好，那当然，现在中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啊，他检查海峡受阻的根源就在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法军事行动。那美国已经在业界达成了这个临时停火安排的情况之下，还加码部署军事哦。那采取定向封锁就是一个危险跟不负责任的行为。好，那赫姆兹海峡掐住了38%的石油，但是中国大陆蛮淡定的。外媒说啊，其实呢，习近平有一个最坏打算，也就是在敌对环境之下，能源不能被卡脖子，所以靠10年能源布局跟绿能转型展现比多国更强的一个抗压韧性。那伊朗的战争干扰了 PCB 的供应链，也就是印刷电路板好，那化工的龙头巴斯夫也出手，
塑胶添加剂最高上调25%，反正就是全球都有一些联动的效应。好，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是革命卫队强登2艘货轮，看起来也是以牙还牙的报复。我们先问赖老师。对，现在伊朗的做法都是对等的，你扣押我的油轮或者货柜轮，我就扣押跟你有关相关国家的油轮跟货柜轮，你扣2艘，我扣3艘啊，那就看你要不要交换。你如果不交换，那我就扣着啊。这个部分里面，美国也无力去处理，也无力去阻止，所以对于这个现象，倒霉的就是美国的盟国。那也就是说，越跟美国走近的，它的油轮或者货柜轮被扣的频率就越高，几率就越高，所以就会有越多的国家跟美国保持更远的一个距离。美国原本设想，只要满足其中的任何一个模式，美国都能够在这个战场中来获胜。第一个就是阿富汗模式，直接打进去，然后政权瓦解，美国建立傀儡政权。但是美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也不敢做，因为伊朗大得不得了，所以不能够把部队拉进去。第二个模式就是伊拉克海珊时代，大部队也进去了，但是伊朗还是不敢出动大部队。那美国阿富汗的伊拉克的模式也建立不起来。好了，那你就用利比亚的模式，就是轰炸。轰炸以后，让他的反对派起来，把戈达费杀了，那推翻了当时的政权，也就是本来要走的就是利比亚模式，也没成功，因为他炸了，炸了以后，伊朗的内部的反对派消失了，不见了，也没有出来，现在整个力量被扑灭了，所以利比亚的模式也没成功。那最后一个就是叙利亚模式，叙利亚模式那就是摧毁这个阿萨德政权的主要力量，培养这个反对派也就是有武装力量、有系统性的武装力量的，他们来把这个阿萨德推翻，阿萨德逃到俄罗斯去，那这样的情况也达成。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连最后一个目标也没达成，为什么？因为他在伊朗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有武装力量的反对派，所以4种模式全部都没有达成。美国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现在美国的大兵困在那个地方，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也不敢打。那也不敢再重新起那个开火，那怎么办？就被僵在那个地方。一僵的时候，伊朗很快的就看到美国的短板了。那他现在开始就极尽本事的羞辱美国人，这已经被默茨德国的总理看透了。因为德国总理他发现，伊朗在第2轮的谈判里面故意的，而且成功的引诱了美国的谈判代表到了这个巴基斯坦。其实美国的先遣队已经到了，因为本来库什纳跟这个威特科夫已经准备要搭机了，结果伊朗的外交部长离开了，那等于是我派低层次的人来跟你交涉，而且我已经告诉你，我们不会面对面的，我们是透过中间的，这样的一种极尽羞辱之能事，最后逼的川普说你们不要飞了，这个很羞辱性。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在国际上被羞辱，那是谁造成的？川普让美国人被羞辱。对，因为美国过去被认为是全球的大国，它终于也尝到了踢铁板的滋味哈。将军怎么看？确实是这样哈。这个德国总理默茨讲的美国被羞辱哈，这场谈判从这个4月24号一直到26号，然后这个美国川普自己放出风声说要谈判了，结果没想到哈这个。伊朗的这个阿戈齐外交部长甩头就走，根本不理他哈，这确实是一种羞辱。那为什么伊朗有这种底气？现在来讲，双方大概局限于僵在这个地方，主要第一个，伊朗说我们就谈荷姆斯海峡开放的问题哦。那美国来讲，那这样多没面子啊！美国要求的是说，我们先谈核浓缩铀核武的问题哈。那美国要求的是，我打这场仗就是叫你伊朗不可以再拥有浓缩铀，不管是你要交出来，还是说是还是怎么样处理，那先把浓缩铀问题先谈好。但伊朗说没有，浓缩铀后续再谈，我们先谈荷姆斯海峡开放问题。那伊朗为什么有这个底气？因为他知道美国没有能力再战。为什么我讲美国没有能力再战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虽然说号称有3艘航母即将到达哈，目前是2艘，一艘福特号。其实福特号并没有赶到中东地区去，它只是在红海了。那现在一直在这个阿曼湾外面的也只有1艘林肯号，另外福特号可能要不是这个布希号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到。但是有一点很蹊跷的事情是，美国有2艘的2栖攻击舰，一艘是迪里波利号从日本过去，还有一艘2栖攻击舰，你知道它现在在哪里？全师号，它现在居然还在关岛，已经搞了这个1个月了，不是已就经过去它还没有到了吗？
我跟你讲，蹊跷就在这边。为什么全4号没有过？如果全4号没有过去，代表他的兵力还没有集结完成这个，那他就不可能再有能力发动攻势。全4号现在还停留在关岛，主要一个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被中国大陆牵制到了。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这个吕宋岛的周边地区，正在那边集结庞大的海军在那边演习。那我们看到美国因为在东亚地区它已经没有航舰了，所以迪利波利号必须要留在那个地方待命，他不敢贸然的就投入中东地区。那我觉得像这一段哈，其实这个大国的博弈里面，除了外交的博弈，也有军事的博弈哈，当然也有经济的博弈。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伊朗确实是有这个底气。那现在川普看出来，如果说哈他退回来，真的只跟伊朗谈这个荷姆兹海峡开放的问题，那这场仗不是打了半天，打了1个多月哈，这个将近1个月了，38天，那不就是打了一场寂寞吗？原来荷姆兹海峡本来就是开放，是因为你在2月28号发动这场战争，才造成荷姆兹海峡封锁。那你这打一场仗，打了半天，到最后结论只是荷姆兹海峡要重新开放。对美国来讲的话，哈，这花那么多钱，这个打了一场寂寞，所以美国当然不甘心，希望在浓缩铀的这方面也能够扳回一局。可是我们现在看出来，伊朗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对，所以感觉哦，荷姆兹海峡跟浓缩铀的部分哦，都谈不拢。大钟教授，对，因为目前很明白，就是伊朗跟美国陷入一个谈判上的僵局。我们回顾一下时间序列，因为4月7号川普说啊，我这个要怎么讲？我要宣布停火。然后4月12号第一轮谈判21小时，最后是没有任何成果。美国副总统这个范斯就坐飞机就回去了。那从4月12号之后，我觉得美国在压，就是说他希望伊朗能够回到谈判桌，而且当然是在这个巴基斯坦的斡旋之下。所以19号、20号，美国很用力塑造各式各样的外交上的一种叙事说法跟所谓的压力，但是这个谈判并没有成。川普那时候摆明的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在4月25到26左右，但4月25号就像刚才所提到，川普就在社群媒体上讲了一些话，其实那些话其实有一点是让美国，它是一个下台阶，但是就像德国总理他是点破了，其实是美国是有点失策了，因为重点是你看川普在4月25号连发了好几封贴文，我觉得都在帮自己要舒缓压力，比如说他说其实现在电话很方便，有保密电话，我们的队伍不用花15、16小时飞到当场，我们可以沟通没有问题。第二讲，他说，即便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没有第二轮的谈判，但不代表美国会重启战争，会去恢复打击伊朗。第3年，他把这责任跟不止川普讲，美国的高官都在说，因为我们也找不太到现在伊朗谁当家，是总统呢？是共和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高级将领呢，还是谁？所以这点会增加谈判的这种困扰。所以我觉得他也把他的这个动武的这种压力把它下降当中。那现在就是议题啦。我觉得就像刚才将军所讲，原本一开始根本没有荷姆兹海峡开放的事情。美国在228之后，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就是核武，然后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飞弹要控制在一定的数量，讲的是伊朗你不要去资助你的这个区域里面的代理人。那直到这个伊朗把荷姆兹海峡封锁之后，美国发现，伊朗平白多了一个重要筹码，而且这筹码美国打不掉，所以美国才开始说我要平衡你，我来封锁整个伊朗，在阿曼湾，在阿拉伯海。所以重点是，假设以伊朗的角度，其实他现在提的是，第一个是说我要有你不打我的保证。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要对我解除封锁，然后再查其他可能是伊朗的核子权利，还有一些其他比较不是那么关键但很重要，比如说赔偿，比如说美国驻军的撤离，还有解除对伊朗这么多年来的制裁，那这些是比较次要考量，所以现在就属于一个很尴尬的僵局，而且僵局可能不会很快能够得到一个缓解。是，所以这很像在这个赌桌上面原本伊朗的筹码是比较少的，但它越赚越多，也是因为美国让它越赚越多，所以现在感觉局势正在反转当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中东这还是有战火的，是以色列跟黎巴嫩。好，我们看到这场战火恐怕是非常难停止哦，因为现在呢，黎巴嫩真主党的领袖卡西姆已经做出了更强硬的表态，他说明确的反对跟以色列来进行直接谈判哦，说执政者应该明白他们的行为对黎巴嫩或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那这些直接谈判跟他的结果对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来说是形同不存在，也跟他们毫无关系。好，黎巴嫩主要是他们的政府跟他们的军队这个主管的人不一样，所以那个军事上面就是由真主党主导嘛那卡西姆同时还提出了5点方案来解决当前双方停滞不前的困境，包含以色列停止海陆空的袭击，以及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领土中撤出，还有以色列释放囚犯。那黎巴嫩居民返回所有的村庄跟城镇，甚至说黎巴嫩要重建家园。好，他提出了这5点的方案。好，但如果以以色列他侵略的角度来说，他就是要拿出这些的这个土地成为他的领土，恐怕也会有很大的僵局。那停火现在变成空谈呢？有一名黎巴嫩真主党军事领袖对半岛电视台说他们组织将重启1980年代的一个战术，也就是要启动自杀攻击小组，好来阻止以色列在当地建立缓冲区。那大量的自杀炸弹客已经依照这个拟定的计划部署在被占领的领土上，他们要用自杀炸弹客来进行报复就对了。好，那这件事情就会变成很大条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兹就有说卡西姆在玩火，那黎巴嫩总统奥恩正在拿黎巴嫩的未来做赌注。那纳坦雅胡则是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库只剩10%，那也特别讲说不要放任恐怖组织可见还是有一些忌惮的啦。好，但问题就是以黎的战火看起来还要持续的延烧，还要观察一下后续。但是如果回到了中非南海其实有一些争端，像是美非等7国在巴拉望岛有进行反登陆的演习，那甚至现在肩并肩26的军演，美国、菲律宾、日本、澳洲、加拿大5国11舰联合编队在南海航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社群平台上面贴出了一张多国间海上训练的海上大合照。好，那现在呢，日本的自卫队今年派遣的人很多，是1400人到菲律宾。那当然还有一些联合火上跟海上的作战演练。那高市早苗也有做出一些不同的声音他说要对长期的战争来做准备，所以4月27号，日本政府已经推进了启动安保3文件的修订工作，也召开了首次的专家会议。高市早苗的认为是说日本对应的就是一个新型作战方式的能力，为长期战争来做好准备。但是我们看到，在美军这边还是持续的在进行的是这个打击运毒船这酿成了3人死亡。我们看到这画面上是在东太平洋执行打击海上毒品走私的行动。那美军说法是26号有一次打击行动摧毁了1艘船，那有3人死亡，那没有美军人员受伤。但从去年9月开始，美军的打击行动就已经造成了185人丧命。好，那当然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关注，但是中美之间还是有暗藏一些角力像是中国现在出手卡关 Meta 来并购 Manus，20亿美元的交易遭要求驳回撤回。那中国这边是希望相关的各方终止交易。那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现在是口头警告，是阻止未来类似的交易，但可能是在为川习峰会前累积一个谈判的筹码。那宁德时代则是获得了60GW的这个大离子的电池订单，是迄今全球规模最大的。那我们看到还蛮多国接连访华的，巴基斯坦的总统，再还有比利时的副首相，以及澳洲的外长也在4月底的时候要访中所以现在美中之间还是持续的有一些角力存在。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以色列跟黎巴嫩这场战火恐怕还会持续下去，可能也会比美伊更复杂。我们先问赖教授，黎巴嫩本身内部就是分裂嘛这个真主党对于这个政府基本上是分裂状态，而且是相互的不满这次由美国促成的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谈判这个黎巴嫩代表的是这个政府，而不是真主党，他们也没邀请真主党人来参与，
所以是非排除真主党之外的黎巴嫩政府跟以色列的谈判。但是卡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以色列所占领的黎巴嫩南部的领土村落要不要归还，还有以色列所画出来的红线啊，那也就是以色列的势力范围区都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所有的这些领土里面，黎巴嫩的政府他无能力去要求以色列归还，那这个当然引起当地的居民，也引起真主党的不满，所以真主党他基本上就反对他的政府片面的跟以色列谈和平，说以色列非法的占领我们的土地，然后拆掉我们村庄的房子，然后要把自己的移民派到这边来，那这个是蚕食鲸吞，你政府怎么可以跟一个侵略的国家的以色列谈和平、谈止战？因为止战并不代表以色列要把土地交还给黎巴嫩，所以真主党当然在为领土而战，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当然就会获得当地的居民的更多的支持。可是他就跟黎巴嫩政府彼此之间的矛盾、对立、对抗就越加的激烈。那黎巴嫩的分裂的情况就比以前就更加的旺盛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分裂，当然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另外，有关于日本这个国家，它开始在转变它自己。本来它的非战宪法就是它不用武力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形成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时候，其实大陆不会把日本当成假想敌，也不会把日本当成一个威胁国，因为这个不主张战争的一个国家，大陆都不会把它视为是一个对于中国安全的一个威胁。韩国也是如此啊，那俄国其实也是如此。可是现在高市早苗很明显的就是要把日本转变成为一个可以对外发动战争，但是它相对来讲对内部里面也可能会承受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可以对外攻击，它也会被攻击。所以我们看到俄国跟日本的关系在恶化中，那么俄国对于日本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烈了。我判断很有可能在未来普丁很有可能会在北方四岛部署更多的导弹，能够直接攻击到东京，轰炸到东京的这些导弹，也不能排除这个核战术导弹不会移到这个远东地区来。我觉得这是都有可能的事情。那朝鲜也好，甚至韩国，我觉得在未来很有可能韩国也会把日本视为威胁国。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独岛，日本叫主岛，彼此之间的争议，而独岛现在是掌控在这个韩国人手中。但是日本在教科书也好，在多次的场合中一直强调，那么独岛是他们的，所以彼此之间也有矛盾，也有摩擦。那现在当然跟中国大陆的摩擦就很外显了。所以我想未来中日之间的战争相当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战场绝对是会在日本的本土。对，所以大家就很担心中日之间会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啊。好，将军怎么看？这次美菲肩并肩军演我觉得美国确实是失算他没有想到说预期在5月这个现在这个时间举办。但是他没有想到2月底的时候，在中东那边居然这跟伊朗就发生战争。那发生战争，我们刚也有讨论过，美军将他的本来预计要调集3艘哈姆战斗群，再加2个这种2栖攻击舰的战斗群，去这个到伊朗这个阿拉伯海那边去威慑伊朗但是没想到你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亚洲这边，你继续在搞美日菲的肩并肩军演，那这次刚好给这个大陆很好的一个机会，回过头来跟你应对上。这是我们看到刚刚讲的，总共这个几个国家加起来11艘的军舰那你知不知道中国动用了多少艘军舰？中国光在南海就14艘的军舰，其中最大的叫辽宁号另外还有076四川舰、075，还有071、072、055，这个总共算起来大概光垂发系统就600多具。但是我现在跟你讲的，这只是在南海。另外在吕宋岛的东边有一个107这个军舰，也是055大区，带了4艘军舰，这时候正在吕宋岛的东边。你如果看地图，你就发现这南海跟这个吕宋岛的东边刚好将整个菲律宾夹在中间这个态度非常明显。所以我刚刚讲
这个为什么对中东战局都有影响？美国那艘这个全4号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现在就不敢这个等于说被僵在这个地方，被拘束在这个地方，它停留在关岛，就怕万一这个解放军真的他的两栖舰队真的在某一个地点实施两栖登陆来讲的话，那美国还是要有应急的兵力，所以他全4号就不敢赶赴中东去，这是美国队施策的。另外这次我看这次美菲肩并肩军演有很多很巧合的事情，譬如说我们知道日本这次去参演的军舰叫雷，那天特别选在4月17号。这个马关条约签订131周年，从这个台湾海峡由北往南经过。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在吕宋岛东边的这支解放军军舰的舷号编号是多少？也是107哈。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兵对兵来，将对将。你用107，我也就用107，可是我的107是055大区。那这次这个日本去发射这个陆对舰的88这个对舰的导弹，就没想到我刚刚讲的驻英舰也发射一枚这个鹰击20的导弹，所以很明显的是针对性非常强。所以我认为这次在这个美菲的肩并肩军演来讲的话，在演习的态势上面，好像似乎是输了解放军一大截。好，大众教授怎么看？对，就像刚才将军所说这次肩并肩的整体的规模大概还是跟去年差不多，17000多人。因为我们知道肩并肩是美国跟菲律宾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每一年基本上一种双方面联合军演，但现在的规模会比过去大的非常之多。好，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日本的参加，因为日本其实从2012年之后，它原本都是观察员，但这一次是正式出动日本这个自卫队的兵力，那也包括这个陆自、海自、空自等等1400人。那主要就有几艘重要的舰艇，包括直升机护卫舰，还有刚才这个将军讲的这个护卫舰，还有所谓的运输舰。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这次演训科目有在巴士海峡附近这个日本要动用它的这个所谓的88式陆基反舰飞弹来去击沉所谓的这个靶舰靶船。那其实它演练的对象科目还包括反登陆等等等等，因为88式其实并不是日本的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反舰飞弹，那但是它比较可靠，或是比较成熟，但是这也是日本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步，因为过去日本对肩并肩并没有这么怎么讲全方位的参与，那其实这些都可以连接到，我觉得高市早苗它是承袭过去我们看最近10几年，日本从这个集体安全的这种捷径。到很多的那种大幅的松绑，包括前几天不是才有日本这个军事物品的输出也做很多解禁，以前比较绑手绑脚比如说我可以出口大部分是5大类型比如说运输啦、什么支援啦、扫雷啦、监视，那现在已经可以制度化的把一些具有这种杀伤力的这种武器，包括大型的载台，只要跟日本签订相关协议，经过日本的审定之后可以。所以目前至少已经有17国，而且名单在扩大当中。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正在进行式，因为高市早苗已经预告很久，日本正在修订所谓的安保3文件，有3个重要文件，里面有一些重点，其实大家之前都已经有所传闻，比如说更快的把日本的这国防预算提升到2%，有更多那种长程打击的能力。还有一个也很敏感，过去叫做日本的非核3原则。非核3原则里面的第3项就是引进主要指的就是美国这个核武这个在日本，因为过去很多人说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如果做太严格的这个解释的话，这会影响到美国对日本长期来所提供的延伸性的合作。所以我觉得从整体来看，日本方方面面基本上是要往比较尤其在高市早苗任内，往他认为比较正常化的这个方向前进，这点跟过去真的是有非常非常重大不同。那回到刚刚这种肩并肩的演习是系列性的，是年度式的，不管哪一个美国总统在内都会做，只不过现在的规模和他参与的方式比过去不同。那代表说，即便是美国总统川普要访问中国大陆，但是在军事、在外交、在其他层面的部署，不会因为这些峰会高层的互访有任何的改变，因为